朋友们，你知道在生活中的那些烦恼痛苦都是从哪来的吗？你知道我们该如何才能摆脱他们的束缚，获得大自在、大丰盛吗？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困住我们，让我们烦恼痛苦的无一例外，全部都是关于事情的结果。我们都深深地执着在这些结果上不可自拔。这种执着呢，无外乎有两种表现，一种是对于结果的抵抗，另外一种呢是对于结果的期待。如果我们再详细地区分一下，你就会发现给我们带来痛苦的这些我们所执着的结果一共有两种，一种是已经成为事实的果，另一种是还没有成为事实的果，也就是一个过去的果和一个未来的果。首先，过去的果呢，它代表着你已经失去的，比如那些直接导致你肉眼可见的损失的那些事情，不管你失去的是金钱、名誉、爱情还是健康，总之这些失去呢，它都已经成为了已经发生的事实。你一天放不下这个已失去，不接受已经失去这个结果，你就会多痛苦一天，就会多被折磨一天，直到你彻底的放下了，不再抵抗，接受它的存在，这才是你真正的从这个果上的解脱。而衡量你到底有没有真正放下一件事情或者一个人的标准呢，就是当你再次面对它的时候，是不是能有一种仿佛自己从来都不曾拥有过的感觉。当你对它升起了这种感觉的时候，你就算是彻底放下了。举个例子，如果你失去了你的爱人，痛苦了很久，但是当有一天你突然感觉到自己仿佛从来就没有得到过对方，在这一刻你就彻底放下了，不再痛苦了。再比如，一个在车祸中失去了双腿的人，什么时候他才会感到不再因为失去双腿而痛苦呢？那就是当他突然感觉到自己从来就不曾拥有过双腿的时候，在那一刻他才真正从失去的痛苦中解脱。而当你一旦执着在那些已经成为事实的结果上的时候，你的内在就会发生下面这个变化的过程。这些已经发生的果被你的大脑思维利用，大脑先是对它展开了二元化的思维评判，判定它是不合理的，是不可接受的。于是你认同于这种评判，然后轻而易举地被评判带走，随后升起了情绪，也就是对失去的恐惧和厌恶。随后，业力系统马上就成功地捕获了你的专注力。而当你一旦失去了专注力，这就意味着你已经不再是你了，你成为了那个痛苦的小我。然后呢，任由这个小我去控制着你的一切，去进行对抗这个结果的痛苦的过程。这就是你内在产生痛苦的全过程。所以为何我一直不厌其烦地跟大家强调要停止评判？因为你的评判全部都是围绕在结果上的。不信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这样呢，就失去了那个在当下努力种因的自己。所以评判即是助果，必然会引发对抗，随之升起情绪和痛苦。好，那除了过去的果以外，我们又是如何执着于未来的果上的呢？再举个例子，如果你担心一件事会做不好、做不完美，从而导致大家对你的失望，对你的看法改变，因此呢，你产生了焦虑和恐惧，然后引发了你对这件事情的抵触，包括所谓的驱动力不足、逃避、拖延等等。然而实际上导致这一切的依然还是你大脑的思维，它利用了一个未来还没有发生的结果作为媒介，把你从此刻当下拽去了未来。所以你又一次掉线了，你又一次失去了自我，不再是你了。每当你执着在未来的结果上的时候呢，让你焦虑恐惧的就不再是已经失去的了，而是可能失去。你的大脑依然会把这种可能失去判定为不合理、不可接受，
于是你就又开始对抗，痛苦呢就因此产生。好，以上呢基本就是我们在不断的对抗着过去或者未来结果的这种状态之下，我们所受的苦。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对未来结果的期待，而这种住在果上面的期待，也会导致我们受苦。事实上，你对于任何的属于未来的结果所抱有的期待和贪恋呢，都是你的执念，它们会扰乱你清净的内心，阻碍你在当下心无旁贷地去做事，打乱你的计划。当我们开始修行以后，这种期待我们都要当作妄想和执念去破除掉，它们是对你本来清净无所住的本心的染着。当你有了这个期待，你的行动就不再是听从你的良知而为，而是变成了为了这个期待而为。这样的发心就不对了，就不是从因上出发，而变成了从果上出发了。发心也已经不再是要做好这件你应该做的事，而变成了要得到期待中的那个果了。这里边其实就隐藏着你对不符合你期待的结果的抵抗和不接受。你看，这就是你亲手埋下的痛苦的种子。于是，一旦这个结果没有如你所愿的到来，你就会因为失去了那个你本以为应该属于你的结果而痛苦。如果这个期待让你得偿所愿，那么就在你的我执增长的同时，也埋下了你将来失去它的时候的痛苦的种子。缘起缘散，当你拿起的越多，将来你失去它们的时候，你就越痛苦。何为拿起呢？拿起就是当你对一个事物有所求、有所期待的时候，不管是期待得到还是期待不失去，那么你就算是拿起它了。说到这，你就可以明白了，佛家为何经常告诉我们不要随意的拿起，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其实你拿起的就是那个期待，就连我们布施的时候，一旦有了拿起，那就不再是无所住的布施了。当然了，我们虽然要破掉对果的期待，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能对结果有任何的预判了。当我们在觉知之下对于结果的预判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也是必要的，因为这是以果导因的方式更好地把事情达成。我们虽然预判结果，但是并不执着于结果，并不期待于结果。这一点就是高人和普通人的区别所在。普通人是在做事的过程中不断地去期待结果，而高人则是在预判结果以后，立刻就把它给忘掉。过程中呢，不再对结果有任何的期待，只是专注当下的事。你应该在一开始就在觉知下清楚地知道了这件事情你应该做必须做，并且你可以把它做到什么程度。同时你也一定已经预见到了做这件事情会产生的结果，并且无论最终的结果是怎样，你都可以坦然地接受。你看，既然这一切早就已经在觉知下完成了，那么你就要首先放下对结果的执着，不再去想这个结果了，对当下你正在做的这件事情的结果产生了任何的关注，都只会成为你完成它的最大的障碍。我们只需要专注在如何把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做好上。一旦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头脑去思考结果了，那么我们的专注力就会迅速地被思维和习惯带走，你就会掉线，那么你一定无法做好这件事儿。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讲的，我们正确面对果的态度，应该是首先对于已经发生的果坦然接受，接纳它的发生，承认它发生的合理性。存在即合理，这句话其实是让我们用在这的，因为你一旦以你的二元化思维对它做出评判，认为它的存在不合理、不应该，那么你就一定会选择对抗。对抗这个果，你就一定会痛苦。存在即合理，这句话是为了告诉你，你要承认一切存在和发生的合理性，
要接受一切的发生，存在即合理。这句话最简单的注解其实2个字就够了，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接纳。然后呢，对于未来还未发生的果，我们不要去期待，因为未来的果取决于你此刻当下正在种的因。如果你被思维带去了未来，那么你就会失去自我，失去当下，把做主权交给了小我，那么你种下的因也一定不会是善因，将来结的果也一定不会是善果，因为小我它只会造业。这里呢，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最好用的心法，那就是每当你纠结在痛苦当中，无法继续专注做事情的时候，就停下来审视一下，看看让自己烦恼痛苦的那个是不是属于结果的范畴。不用怀疑，你的评判以及你的各种负面情绪，基本上都是住在果上面的。唯独能改变这一切的那个可以种因的当下却被你抛弃了。别担心，如果是这样，那你就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告诉自己，我又一次被思维带走了，陷入到了对于过去或者未来的果的执着当中了，否则我不会痛苦。别小看这个自我观察，记住，观察看见就是你最有力量的武器。这条心法的核心就是永远都不给任何的果一丁点的专注力，我们所有的专注力都要放到当下的因上面。一旦有任何的注意力跑到了果上，我们立刻就得拉回来，一跑到果上就给它拉回来。假以时日，你一旦能做到这一点了，恭喜你，你就拥有了高级的定力和智慧。真正的修行并不是为了跳出因果，而是安住于任何的发生和内容。最高的境界不是跳出因果之外，而是接得住一切因果，安住于当下，安住于一切因果。这就是不昧因果。不昧就是接得住，就是安住于，就是不染着。当来则来，当去则去，不管发生什么，生命面对的内容是什么，完全接得住，自己的生命存在完全不受影响，永远都拥抱，永远都在当下体验，这就是不昧。而这也便是你离苦得乐的终极解脱法门之一。什么焦虑症、抑郁症，通通都会成为你觉悟之路上的垫脚石。除了你内在灵魂本身，也就是你自由意志的维度、自由度的提升，你其实从来就不曾真正的在这个世界当中拥有过什么，你也不可能拥有什么，最终你也什么都带不走，因为一切皆为空性。当你悟到了这个空，你又怎么还会对失去有所恐惧呢？这就是《心经》里面说的，当你照见五蕴皆空以后，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最后，希望大家都能把下面这段话当成自己在做事情的时候的一个心法和准则，那就是接受果，专注因，努力种因，结果随缘，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好了，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